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最近 T1 接受赞助商之一的红牛邀请，参加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一场杯赛，而且这是一个拥有限制 T1 选人特殊车轮战规则的比赛。T1 将在对战 G2 之前，所有比赛的英雄只能选择一次，不能用重复的英雄，也就是全局 BP 模式，而对战 G2 则变成正常模式。这次比赛一共有7支战队参加，1支 T1，3支 LEC，3支来自 EMEA 联盟。T1 是今年的全球总决赛冠军，也是 T1 俱乐部和 Faker 的第4冠，俱乐部也是休赛旅游和品牌宣传2合1。参加这次欧洲的红牛杯，不仅算是一次欧洲旅游，也是一次趁热打铁在欧洲吸粉的好机会。另外机缘巧合，由于同一天 LPL 的全明星变成了录播不直播，因此很多中国观众也是转台看起了这场有 T1 参加的欧洲杯赛，所以关注度比想象中高很多。结果在比赛的时候 ，T1 是直接化身进攻万花筒，开始花式拿出各种战术套路来打比赛，前面4场全部取胜，而且比赛内容也非常好看。在这个过程中 ，Zeus 分别拿出了阿克上和薇恩上单，薇恩完成2次单杀，阿克上方面对线完成压制，但被波比单杀。Dumeozi 更是拿出了大虫子 ，Warner 方面则隐隐有回归联赛表现得趋势，比赛中多次出现搞笑失误。这其中最让观众们兴奋的一局就是第2场比赛 ，T1 战队是选出了5个冠军英雄，上单薇恩、打野扎克、中路沙皇、下路是镜加上杰拉，都是 T1 之前拿下过世界冠军且有皮肤的英雄。Faker 也是在赛场上使用了老哥 Easy Home 的皮肤。本以为 T1 战队能5战全胜，没想到最后一场对阵 G2 的比赛遭遇了滑铁卢。本局比赛 G2 的阵容是上单永恩、打野大杯、中路塞拉斯、下路德莱文加上阿木木。T1 这边是上单兰博、打野盲僧、中路阿卡丽、下路维鲁斯巴德。本局的重心明显在下路，双方对拼之后 ，G2 占据优势，快速策划了大杯越塔，直接2-0人头开局，随后连续针对下路，提前解锁野辅联动 ，Mikax 的发挥十分出色，而 Yak 的一手大杯更是快速叠加自身的人头数量。T1 唯一一个有优势的点就是上单 Zeus 对位完成单杀，后续对拼也占据优势，但整体还是劣势。进入中期之后 ，Zeus 也是出现一些失误，在这样的局面下 ，T1 开始发挥自身团战威力，几波团战拉扯很出色，但阵容存在差距，同时劣势较大，没能打过 G2。后续 T1 抓住机会拿下大龙，但 Kyria 巴德隧道非常抽象，后续也被 G2 留住，最终 Yak 打出17-1战绩，成功终结了 T1 的连胜。个人认为 T1 战队输给 G2 战队有2个影响比较大的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 T1 前面打的4个对手实力都偏弱，强度非常低，而最后一场上来的是 G2， 强度一下就上来了。虽然双方都是以偏娱乐的心态去打比赛，但 T1 还是没有太适应 G2 的猛攻。第2个原因就是 T1 战队确实打这个车轮战有点疲惫了。本次红牛邀请赛从晚上一直打到凌晨3-4点，连轴转那么打。而且 T1 选手是去德国打的比赛，还得提前适应一下时差，所以会难一些。T1 的选手接连作战也是有些疲惫，就连观众也都熬不住了。据本次红牛杯赛数据统计 ，T1 对阵 G2 的比赛收视率并不高，反而是前面的比赛有比较高的收视率。总而言之，本次的红牛挑战赛整体观赏性还是比较强的。T1 战队输掉比赛，其实也没有特别让观众感到意外，毕竟娱乐赛大家都没有那么在乎输赢，享受比赛的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 T1 在新赛季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